到我们盖亚律专业。今天这堂课我们要来详解欧盟碳边境管理机制 CBAM 的2022年12月13号的 EC 协议的版本哦。我是主讲人清慧博士。那为什么你会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好像 CBAM 的版本有无数多，对不对？但是事实上 CBAM 真的就是这样，它现在的状态大概就是2个月一小变，3个月一大变的这种概念哦。因为都还在协商的关系，所以呢常常会有不同的改变是正常的。不过这一次的12月13号的协商版本呢，因为已经要开始写入正式文本了，所以基本上算是确定性比较大的。那在这个版本中最确定的事情就是 CBAM 正式的要在2023年的10月1号正式生效了。那因为已经在写最终文本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那假如呢你是完全不知道 CBAM 是谁的 CBAM 小白，就是纯粹的一张白纸，完全不知道 CBAM 到底在做什么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我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影片是在讲 CBAM 的前因后果跟前世今生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影片哦。那这个旁边也有 QR code， 你可以扫 QR code 去看到这一个影片。那看完影片以后再回来看的话，你就不只是知其然知道 CBAM 它会怎么做，你也知其所以然，知道 CBAM 过去是怎么样来的，那对你整个的 CBAM 架构就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CBAM 是谁，或者是你想要复习的话，也欢迎先点这个 QR code 先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就当复习也没关系。然后接下来的话再回来我们这边听它的更新跟所有的 CBAM 会执行的框架，也会让你对 CBAM 有更深刻的了解。好，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请你先去下载今天的教材。今天的教材呢，在我们的盖亚律师书里面呢，心智图会是一个我们使用最大的一个教材种类哦。为什么？你看一张心智图是不是完全可以呈现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所有的综合的框架跟整个大体的架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未来如果想要找资料的时候，或者是想要复习这一课的时候，你也不用重新从头听到尾，而是你只要看到我们这个教材，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重点。所以这张心智图其实才是这个课程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哦。那我后面再说的部分，其实就全部都是这个心智图的导读而已哦。所以请务必下载这个心智图。那未来你要在复习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找到说这个影片的哪一个时间段是在讲什么，而是你只要在看这个心智图，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心智图真的是好东西，然后这也是我非常爱用的原因哦。好，那请就是记得去下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其实会分成2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更新的地方，就是这一个2022年的12月13号的版本，它更新的点。第二个部分呢，是我另外录制的对于 CBAM 的执行跟怎么计算的细节，全部都会录在一起的版本。所以我们分成这2个部分。那首先呢，我们来先说更新的部分哦。这一次呢，有4个更新点，所以第一个更新点就是生效的时间往后延了。但是开征的时间没变，所以其实是让欧盟自己有多一点点行政准备之外，也是让要申报的厂商多那么一点点的时间。那第二个更新点呢，就是它有未来计划。那它的未来计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先有心理准备的意思。然后其实所谓先有心理准备，是谁要有心理准备啊？其实它不是欧盟境内的厂商哦，欧盟 CBAM 的苛征对象是进口到欧盟的海外厂商。至少工厂产地是在海外，所以呢 CBAM 它虽然听起来是一个欧盟境内的规定，但是它牵涉的就是各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力吧。因为所有想要进口产品到欧盟的进口商都希望自己不要成为第一批被苛征的对象嘛，对不对？就是至少要越晚越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去做游说的动作。那在做政治游说之后会发生的什么结果呢？就不知道嘛，就是看谁的谈判力强，或者是看最后会有出现什么结果都不确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它条文就是会是它出现的协商结果也是其实就是后面政治经济角力的结果。但是重点在哪里？它本来第一批苛征对象是有机化学跟聚合物塑胶的部分，它这一次把它拿掉了。
那拿掉的部分，他告诉你说啊，你不用开心的太早哦，因为呢，我们还有未来计划的期程。我们会有哪些未来计划的期程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课征的对象是二氧化碳。然后呢，在2026年后，我们会把氮氧化物啊、烟尘啊跟甲烷也放进去哦。虽然二氧化碳它在制造部门可能高达95%以上都是二氧化碳，但是其他的部分，因为它会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跟造成的温室效应都会比较大的原因，所以也其实是势必要管制的。那这边他就告诉你说，我2026年后我就会开始管制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现在虽然他说2026年之后会有氮氧化物、烟尘和甲烷，但是你应该也可以想到的是，之后的所有的管制型的温室气体都会成为 CBAM 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未来期程它本来就计划在2030年要纳入所有 EU ETS 涵盖的商品，那是哪些呢？其实就是电力、钢铁、水泥、炼油厂，跟现在没有出现，但是未来会出现的是有机化学，然后还有交通运输的，包括大型船舶跟建筑的燃料。所以这是它期程，他就告诉你说，我现在虽然没有把它放进去，但是我预估2026年或者是2027年的时候，我就要纳入这些咯。所以其实他如果把这些东西在过渡期之前把它纳入的话，事实上它就还是会成为 CBAM 要开征的对象嘛，对。那这一个部分我猜是应该是要缓和欧盟境内那些非常激进的环保团体因为想说，哎呀，你们欧盟啊，就是没 guts 啊，然后就认怂啊，受不了政治的、经济的一些相关的副作用，然后你就妥协了。